这里呢是西北某机场，可以看到数架战鹰已经整齐列阵。此刻呢，机务官兵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。我在现场呢，也明显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和严肃。因为一会儿呢，我们的5名女飞行学员将独自驾驶我身后这个威猛的大家伙歼11B，去完成最大角速度转弯、最小半径转弯等一系列的动作。准备好，可以起飞。飞行学员王晨第一个驾机升空，他要在空中完成通用驾驶技术、特技飞行等科目。今年23岁的王晨，在4年时间里完成初教6到教8、歼教9到歼7G 的改装。这次的单飞考核是他向歼11B 重型战斗机迈进的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已经期待了很久了，然后今天上去，也都挺顺利的。在天上看到就是雪后祁连山的景色特别美，而且再扭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战鹰，就是感觉特别帅气，然后心里很自豪。首次单飞包括的动作比较多，然后有载荷比较大的高级操作机动，比如说保持能量转弯、最大角速度盘旋等等，然后还包括飞机的左边界性能的一些探索，比如说大迎角、小速度机动，比较考验我们对飞机边界性能的掌握和对飞机的精准操控能力，同时也能为后来空战中实现我们的战术意图，然后打好一个基础。飞战斗机，你的载荷就大，对你身体的造成的伤害会更大。但是我想飞更好的战机。这个飞机它推力挺大的，然后做特技动作的时候有那种垂直动作，就是从4000米一个半扣翻下来，翻下来之后一直这样垂直的拉出来，要下降高度。到2000米，它那个过载就会逐渐的增大，然后如果没有做好抗衡动作的话，就会有一点挥蚀，就是左右两边慢慢看不见了，只能看到正前方一点点。我们是通过这个机会向大家证明女飞可以，证明我们女性可以，我们同样能够驾驶重型战斗机，我们可以飞歼11B，未来我们也可以飞歼20，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作为首批歼11B 女飞行员，这对我们来说既是荣誉也是考验。虽然女性的力量要弱于男性，但是飞行不是空中掰腕子，只要你的力量能够达到抗核的要求的及格线，那么我们在空中更多的拼的是决策和操纵。除此之外，我认为女性比男性要更有耐力和忍耐力，这在即将到来的长航时持续作战中，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好的适应。改装歼11B 战机前，这几名女飞行学员已经能熟练驾驶教9、歼7G 战机，但歼11B 战机系统构成复杂，机载设备繁多，能不能迈过这道坎儿，是他们要实现顺利单飞所面临的首要挑战。因为教9歼7它是手刹，手和脚上的舵一起去控制那个转弯方向，但是到11B 的话，它是属于脚刹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手无处安放，就特别想放到那个那个杆上去。这个飞机它是电传设计，它的杆就特别的灵敏，你手上就不能有那种细微的动作，你的细微的动作都会造成这个飞机的晃动啊或者怎么样，所以一定要克服这一点。新理论、新系统，女飞行学员从钻研机理、座舱实习到模拟器训练，只要有一点点疑惑的地方，他们都会追问教官、追问工厂专家，不搞明白绝不罢休。我觉得，飞行这个东西就是知道的越多，觉得自己不知道的越多，也觉得自己需要知道的越多，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学习、夯实自己基础的过程。他们在单飞的过程中完成了我们通常说的通用驾驶技术，飞机的边界和极限飞行，还有特技飞行。特技飞行主要是要求飞行员在整个空中，他要有全程的判断。所以说对他们的评价，我就是优秀。优秀是现场所有教官对这批女飞行学员首次单飞的评价。然而，最初听闻歼11B 飞行员队伍中将有女飞行员的加入时，教官们心里还是有些许担心。因为毕竟，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，身体素质是一个基本的门槛，担心他们适应不了重型战斗机的这种对身体的强大要求。第二个可能是心理素质方面担心，因为他们被很多人关注关爱，一直走到现在，
我们担心他们会养成一种娇生惯养的一些习惯。但事实证明，他们到了之后，我们制定的预案一个都没用上。去年12月，这些平均年龄23岁的女生，成为我国首批歼11B战机女飞行学员。刚刚改装后的摸底考试中，由于对新接触的装备了解不够，最终的成绩并不理想。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次考试，但是在有一次我看到他们的工作电脑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把那个试卷的照片做成屏保。当时我感觉触动很大，他们从心底这种表现出的特质，让我感觉很欣慰，很高兴。歼11B战机的顺利单飞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蜕变。这种蜕变源于教官们的精心培养，更源于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。一路走来，这些女飞行学员和男飞行学员的训练标准没有任何差异。未来，他们将开展更为丰富、更具挑战的飞行训练，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、战斗员和指挥员。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去把最好的、让他们放心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，让他们觉得他们培养的没有错，他们的选择没有错。在未来作战中，更注重武器平台的精准操纵，而女飞行员心细、缜密、敏感的特点，使他们在武器操控、精密设备使用以及地形识别等方面都有着更大的优势。以往我们培养的学员要经历过初教6、教8、歼7或者歼教93年培养周期，然后分到部队进行3代机的改装。在当前一线部队战训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，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、财力、物力去培养新飞行员。3代机进院校以后，从我们这里结业，然后到部队就可以担任战备值班任务，不仅在培养周期上缩短了，更是缓解了一线部队压力。女飞行员获得3代机战斗资格只是第一步，分配至一线作战部队后，他们还要改装更先进的战机，执行更艰巨的任务，在打赢高端战争中发挥出特殊的作用。未来他们肯定会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今天他们首次单飞，我对他们的评价是优秀。他们完成了我们歼11B飞机的高过载，就是大强度的飞行训练，而且他们的强度跟南非是一样的。如果从我们这边顺利结业的话，我觉得把他们这样优秀的品质带到部队的话，能够更加顺利，或者说更好的去完成任务。对于他们的未来，我非常非常的看好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期待。我还能清楚地记得，我们参加招飞选拔的时候，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抱着和我一样的梦想，但是最终这份幸运降临到了我的身上。国家的繁荣富强，然后才给我们提供了这样施展才华、实现梦想的蓝天。我一定会付出我的一切，去承担好这份责任。